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6月6号，星期六。今天的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1毛。美国的交通部他在礼拜五的时候表示他允许中国的航空公司每周运营2班往返美国的航班。那么一天前，中国民航局放松了限制，允许更多的外国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中国。那美国的这份命令说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每周运营2班飞往美国的定期客运航班。那么这将与中国允许的美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航班总数相同，而这份命令立即生效。中国目前每周有4班飞往美国的航班，分别是由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和厦门航空运营。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些航班将获准继续飞行。那么交通部做出的修改是为了恢复美中航空公司在定期客运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平衡和公平平等的机会。那么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航空公司航班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国已经做好再次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那么曾经我们记得上礼拜在礼拜3的时候交通部曾经发布命令，计划在6月16号起暂停中国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定期客运航班。美国认为中国的禁止美国商业航班恢复两国之间客运服务的方法是违反了现有的航空规定。那么中国民航局在经过几个小时后，马上发布了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称从6月8号起它允许所有的没有列入国际航班信息发布的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每周运营1班国际航运的这个客运航线航班，而且说还要根据入境后旅客的核酸检测结果，对航空公司实行所谓的什么奖励和熔断机制，跟股市学的对美国人来说车不是问题，我们谈谈房市，但房是很大的问题。那美国人结婚的时候他购买婚房居住的夫妻只占总数的17%，也就是说5对夫妇中只有不到1对结婚的时候住在产权属于自己的新居中。那么根据这个 Coldwell Banker 的调查他们发现这个婚姻和购房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美国人结婚前呢，他就购买了的婚房的夫妻呢只占了17%，但是年轻人所占的比例呢这大于中年和老年人。在18到34岁中，24%的夫妇在结婚前一起买了婚房，45岁以上的夫妻呢则只有14%。而居住在美国的东北有24%，中西部呢是21%的夫妻，他们居住在比这个南部的和西部的11%和12%的夫妻更愿意在婚前购买婚房，高出了1倍多。那么北方呢比南方更愿意买房，而68%的已婚夫妇结婚后才购买了自己的房屋，而且年龄越大购房比例越高，55岁以上的占了78%，35岁到54岁的占了65%，18到34岁的占了46%。所以从整体看84%的夫妇购买了自己的房屋，包括婚前婚后，其中55岁以上的占了91%，35岁到44岁的占了82%，18到34岁的占了70%。所以在结婚2年内购买新房的夫妻占了35%，结婚2到4年购买新房的夫妻占了20%，而结婚5到6年购买新房的夫妻占10%，而结婚7到8年的购买新房的夫妻占了5%。那么结婚11到20年的夫妻占了6%，而结婚20年以上的购买新房的夫妻占了5%。所以在美国80%的结婚夫妻认为，他们夫妻2个共同买房对于婚姻关系的促进比购买其他任何东西都强。90%的夫妻认为购买自己的房子是他们婚姻中的里程碑，可以加强所谓的婚姻关系。报告一下赌市的情况昨天报告了这个赌城拉斯维加斯关闭了2个多月以后呢，局部开门迎宾，赌客们真是开心享受之余却是忘了社交距离这回事儿。
美国的新冠肺炎，它这个疫情啊还没有完全受到控制，但是随着各地逐渐解封，闷了2个多月的赌城拉斯维加斯终于在4号局部开门迎宾。这时候，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饭店啊、赌场啊、餐厅啊、酒吧啊，涌入这个不少人潮。但是群众所谓的一下注就忘了社交安全距离，挤在一块儿忘情享乐，让人提心吊胆。为了迎接财神爷上门，又要顾及防疫，那么各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呢，早他们就准备好了各种防疫的方案，提报当局，包括让顾客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入场量体温，以及加强消毒清洁、工作人员戴口罩等等。多家赌场也有医护人员待命，但是说的很容易，做的很难。当天午夜0点一开门，大批的赌客和观光客大排长龙，在部分场所社交安全距离完全被无视。根据前方记者的报道啊，在这个市中心赌场大厅里拍的这个影片，看见人群挨得实在太近。而各个赌场是规定的啊，赌客在玩吃饺子老虎的时候呢，他们必须相隔1台机子才能坐人。而很多人呢，对这种措施呢置若罔闻。尽管有的饭店啊，它提供了免费口罩，不过玩家们似乎没有什么兴趣。那么谈一下军事啊，那么美国的太空军和空军呢，它最新发布的数据表示啊，说俄罗斯的叫做巡航舰号推进器，它的燃料箱在太空爆炸了，它的碎片呢飞散达到几千公里。美国的空军第18太空监视中队通报说，俄罗斯的巡航舰号燃料箱，它5月8号在轨道上爆炸，形成了65块碎片。那么美国太空军也同时追踪太空物体，记录了这些燃料箱的碎片的这个编号，编号是在45614到45612和45626和45651。根据美国的军方披露的数据啊，这些碎片啊，它现在分布在最低的高度轨道是336到672公里，最高的轨道呢在2574到5101公里。当然没有披露碎片到底会不会威胁到在轨道的卫星运作。爆炸的这个物体呢，本身就是这个巡航舰 SB 推进器抛出的这个物体，在推送卫星的时候，燃料燃尽以后，它爆炸了。人人都知道啊，乔治·弗洛伊德成了名人。有人说他死前曾经是个罪犯啊，死前怎样？但是美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式。那么到处呢有和平示威活动，甚至演变出了暴力。但是之中有一个东西让我很感兴趣，就橡皮子弹。橡皮子弹啊，是警察用的，但实际上它不是橡胶做的。这个橡皮子弹呢，它被归类为非致命武器，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会导致死亡。这很大啊！橡皮子弹呢，其实它有点用词不当。实际上，橡皮子弹实际上是以金属芯儿或者带有薄的聚合物涂层的部件为特征，有些则完全由硬化的泡沫或者塑料做成的。虽然目前并不知道啊，美国的警察多久部署一次啊，但根据 NBC 说啊，警察使用橡皮子弹的时候呢，并不需要记录下来。但是警察被认为是标准的人群控制武器，他们目的是向人的下肢或者地面射击的，所以他们的个头呢也比普通子弹大很多。橡皮子弹的使用呢，实际上是在北爱尔兰长达几十年的暴力冲突时期，当时是英国的陆军呢，在1970年的时候引入了橡皮子弹，并把它归类为非致命武器。但是我们知道，根据美国的国家档案馆中发现的文件啊，说这个国防部啊，他知道橡皮子弹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那么曾经有过17个人，包括8个10到15岁的儿童，在被橡皮子弹击中后死亡。而现在全美国啊，警察在发射橡皮子弹对付和平的示威者。那么受伤的人呢，经过医生检查呢，他发现呢，
被橡皮子弹或者是豆沙包子弹击中眼睛就会昏迷，但还是被归类为非致命武器。甚至如果这个橡皮子弹打在眼睛上呢，你的眼睛很可能会终身失明。那么如果你被橡皮子弹击中了那么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手术，因为它出现了很多的面部创伤的这个伤害者呢，你要对这些所谓的良性子弹的这个碎片呢，要对它这个受伤程度先进行评估，所以医生在评估了以后呢，需要花几个小时清理伤口，然后提取嵌入了这个受伤者的嘴唇和下巴中的很多的塑料和金属的碎片，还要清除由于受伤而不再能用的组织。所以明年拿破利斯的警察局他使用武力政策呢，现在强烈建议不要把40毫米的发射器对准人的下肢的上方，这些发射器用于将橡皮子弹、豆袋子弹和海绵子弹展开。那么这个橡皮子弹目前为止已经认为可以造成严重伤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死亡，所以橡皮子弹按照规定只能是用来控制极其危险的人群，不包括和平示威的人。但是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它散播着无数似乎直接遭受橡胶子弹的人的这个照片，有的人是面部我们这里不谈的是香港我们谈的是美国。所以现在一些议员呢，他们正在讨论有关合法使用橡皮子弹的立法。那么在加州的这个立法者呢，他们已经表示有意通过立法来制定这些橡胶子弹的使用标准。目前为止呢，还只是一个开始。那么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自从美国开始下令审查这个中国概念股的话，这个瑞幸这2天大涨狂涨130%现在都5块多钱了那前几天我们谈的还是1块多钱、2块多钱。一是瑞幸找到了接盘侠，出售了部分资产；第二，最重要的是瑞幸咖啡即将退市，那么空头要平仓，所以到了收盘的时候，不管什么价格，一通买。那么瑞幸大涨才是这个股票的真谛。那么其实呢，瑞幸到底应该不应该买呢？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如果你做空的人你在40-50块钱做空，你到4-5块钱买回来，你赚的是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而以后呢，你让瑞幸的骨子里已经受伤，那么如果即使它在纳斯达克继续挣扎，那么它的股价呢，能为它接盘的人呢也很少，因为相同类似的股更多。所以世界各地的公司本来都想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且在美国筹集资金，中概股也不例外。但是几十年来中国概念股像瑞幸一直在利用美国金融市场的好处，在美国筹集资金，帮助推动它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呢，这些中概股呢，他们一直阻止适用于所有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投资者的保护规定。所以现在市场上的所有的中概股，他们都不遵守这些保护条款，而同时又从美国的资本市场中受益。所以现在广大的美国人，包括国会，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也是危险的行为。现在呢，说美国要采用果断的行动，有条不紊的结束这种做法。出于这些原因呢，美国证监会 SEC 必须采取坚定而有序的行动来结束无视美国透明度的要求的做法，同时不会对美国的投资者和金融市场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所以作为美国的政府必须确保在美国金融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保护的法律对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充分执行。那么跟进昨天的情况那比亚迪呢，他低估了美国监管的严格，他的10亿美元的口罩大订单呢可能告吹了。今天最新消息是加州同意延续12天。
加州和比亚迪的4月份签订了一个价值达10亿美元的口罩订单，总计3亿个 N95 口罩，每个 N95 口罩的价格是3.3美元。但是由于比亚迪迟迟拿不到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的认证，到了5月31号，这个合同实际上已经作废了。不过呢，加州的州长决定再延长12天，一直到6月12号。如果比亚迪还是拿不到 NIOSH 认证的这个话，那么这笔10亿美元的天价口罩合同就要真正作废了。比亚迪在洛杉矶它生产的电动巴士，那么它属于这个最新的能源产业，多次获得加州政府的鼓励和补贴。那么在新冠疫情猖狂的4月份，比亚迪和加州的政府它签订了一份价值10亿美元的天价口罩合同，并且豪爽的接受了这个5亿美元的定金。但是比亚迪它确实低估了美国监管流程的严格。按照合同，比亚迪要为加州政府提供了10亿个 N95 口罩，前提是比亚迪能够在4月30号之前拿到 NIOSH 的认证。可是4月下旬 ，NIOSH 他派人到了比亚迪公司的中国口罩生产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对比亚迪的口罩设计、生产和质检文件的审查结果，居然是令人担忧。与此同时，监管人员在比亚迪官网 BYD Care 上，在他发现的这个发布的宣传册中发现，这些口罩被错误的宣传为已经获得 NIOSH 的认证。最终 NIOSH 拒绝为比亚迪公司提供认证，要求比亚迪公司做出整改，一直到符合规定为止。为此，比亚迪不得不退回了一半的定金2.47亿美元给加州政府，并且按照协议要在5月31号前去 NIOSH 认证，那么合同才算继续生效。然而今天呢，已经是6月6号了，比亚迪依然没有获得 NIOSH 的认证，所以现在情况就很严重了。根据比亚迪北美业务的负责人叫李科表示，比亚迪真的低估了美国监管流程的严格程度，对于比亚迪会获批太过于自信了。那么事实是他解释说，上述的口罩确实已经通过了 NIOSH 的产品测试。那么以加州政府的合同呢，已经被第2次延期。那比亚迪呢，号称最快有希望在下礼拜获得批准。这个李科还表示说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聘请的外部审计师就会在本周要对比亚迪中国工厂进行工厂审计。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的员工非常专业，但同时也严格。但是问题引出了另外一个方面，加州州长他这种大手笔的花钱饱受质疑。那么我们知道，加州州长以大手笔花钱著称。这一次的新冠疫情中，加州在防护装备上的花费超过了20亿美元。尤其是这份与比亚迪公司的10亿美元天价订单，引起了加州议员的高度关注。因为洛杉矶上个月他与美国一家工厂订购的 N95 口罩合同里，每个 N95 口罩的价格仅为9毛9，而加州竟然花3.3美元跟比亚迪公司购买，并且一买就是3亿个，多出了将近4倍的价格。议员们认为加州州长是在挥霍纳税人的钱。加州州议会正在反思，是不是由于给了州长太大的权力，以至于加州政府花钱如流水，不惜一切代价来采购防护品。除了 N95 口罩加州政府还从比亚迪采购了9000万个外科手术口罩。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发言人说，已经把这些口罩发给了地方政府、农场工人、学校和其他的商业部门。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比亚迪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那么不光他的钱可能要退回，而且很可能要受到罚款。如果罚款的话，这个情况可能很危险了。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是比亚迪再继续做的话，那么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大问题就会可能还要赔偿，告上法庭。我们知道前一阵美国是好家伙，这叫热闹，就为了主要是
这个佛罗里德的情况，全世界呢好像都在笑话川普。那么互联网啊，热传美国的军人和抗议民众载歌载舞大联欢，我们看了多少抖音啊这种短视频啊，所以大家都欢呼说特朗普是令行不止啊，军方抛弃了他。那甚至传言说特朗普可能重复当年齐奥塞斯库的下场。那么特朗普在推特和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里，曾经表达过强烈建议州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控制局面，被其他人理解为要用军队来镇压人民。川普从来没说过，他只说保护人民不受伤害，是维护秩序。我们知道美国是联邦制，虽然总统对国内的事务可以调动的资源并不多，但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绝非一点都没有。比如如果启动反叛乱法，那么可以去调动美国军队来平乱。这在美国历史上呢也有过很多的先例。当然我们听到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4号在五角大楼中说，他本人不支持启动这个法案去调动美国平乱，他认为只要出动国民警卫队就可以了。那么甚至其他的国防部长和其他的现任美国高官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有人传说川普准备炒掉国防部长，但是又有人说只剩5个月任期了，炒掉国防部长不划算，不值得。川普他虽然没有权利撤销民选的任何州长和市长，但他撤掉不执行总统命令的国防部长还是可以的。我们记得川普上任以来他解雇的所有的内阁成员如果说没有一个连，恐怕也有一个排了。那么与很多人想象的川普已经是孤家寡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的是一项美国最新的民调却显示有60%的这个受访者支持出动军队来协助警方。其实这不难理解，你想想，当美国的父母祖母他们把这个狂热打砸抢的儿子孙女扭送警察局自首，当更多的美国人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店铺和社区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知道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女面临着怎么样的枪支的对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川普被人传说在地堡里为了躲人民待了1个小时，待了好几次，全世界好像都在笑话他。这其实并不是川普胆小，是他的特勤局保护他进去的，这是特勤局的责任。那么如果川普真的胆小如鼠，他就不应该在民众还在抗议的时候就手持圣经来到刚刚被火烧的圣约翰教堂。那么美国总统的安保措施我们知道今天是随便的漫谈美国总统是美国的1号人物，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哪怕在没有贵族和阶级观念的美国，总统的地位和其他的人地位也不一样哪怕是在退休以后呢，也是享有特殊的安保待遇。美国总统的安保措施呢，恐怕也是世界上非常非常严格的。所谓的空军1号、陆军1号这些称呼只要我们看过美国总统的好莱坞大片，稍微百度一下，你就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美国总统出访的时候，你看见好家伙，他随行的卫队和飞机座驾庞大到让人瞠目结舌。当然，美国总统的这种炫耀的声势，绝不是因为美国人民太热爱他，这是因为一旦总统身有不测，或者被恐怖分子干掉了，就会给美国的社会带来各种不测的危险损失。所以给总统这些待遇也就理所当然。川普紧急躲进了白宫地堡，当然不是因为川普胆小如鼠，而是他的安保措施的应急反应。相反，我们记得美国人他们天生的就不热爱总统，这是他们的传统。他们天生有习惯刁难调侃美国总统的习惯，也最喜欢看总统出丑的模样。相比之下那些极度丑化川普的各种绘画人体造型，在美国好莱坞大片里面呢，有很多对总统一旦身遭不测，美国怎么办的思考。在好莱坞大片里光是白宫被摧毁占领，总统被恐怖分子劫持，恐怕就没有10次也有8次。对于美国总统他遭遇不测的好莱坞大片，
好莱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如当年给克林顿的捧场，包括这个空军1号，还有这个电影《白宫陷落》里面白宫被恐怖分子占领，总统、副总统全部被关在了白宫地堡里啊。那继任者呢，众议院议长宣布按照这个宪法出任临时总统。这实际上就可以回顾到当年美国开国的时候啊，这个美国之所以伟大就在这里，有的时候很让人感动啊。在1783年的时候啊，进行了8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接近尾声，当年12月23号，大陆会议决定在安纳波利斯举行了仪式，让华盛顿将军在这里交出大陆军总司令的文人诏。当时8年前，大陆会议授予华盛顿独裁北方的声唱大权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啊，我将时刻牢记，剑是我们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我们获得自由后应首先放下的东西。华盛顿作为大陆军总司令，作为领导美国抗击英国殖民者的领袖，当然可以垂枪而止，也可以做国王或者终身总统。但是华盛顿没有按照这些天经地义来做5人干政。华盛顿在仪式的最后讲话是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庄严的国会告别。在他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仅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那么当时的大陆会议议长则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整个仪式仅有5分钟，却是上帝创世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5分钟，也给美国和世界做了一个垂范后世的典范。当时英国国王乔治2世与人闲聊，听说这个事时候，禁不止感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美国军人不得弄权干政。从华盛顿开始，美国大概就是世界大国之中唯一一个军人从来不干政的国家。华盛顿此举呢，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原因，就是他有一帮伟大的同僚，他们对华盛顿防贼一样的提防，使他不可能打天下做天下，就跟全美国提防川普是一样的。美国总统和独裁总统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总统是民选的，他有充分的授权和合法性。那么最重要的是，在美国总统的领导下，那么如果总统做出了决定，那么国会政府一定要不遗余力的达成目标。你可以想一想当年2战功臣麦克阿瑟打赢了太平洋战争，又再造了日本，拥有不世之功。他统帅的军队超过了100万，直接指挥过的军队达到了几百万。但是因为在朝鲜战场上，他的理念和总统杜鲁门不一样，杜鲁门一纸命令就把他调回了美国。虽然事后受到国会的专门审核，但是足以表明，哪怕是统帅100万的大将军，同样得到总统的命令时，也要另行禁止。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军人是不干政的。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华人来说，感触非常深刻。美国的总统就是普通人，他被讽刺、被调侃、被恐吓、被咒骂，他没有权利去拉黑，他没有权利去打击反对者。这才是美国的所谓的总统的权利。他小的时候这个权力小到不可思议，甚至川普拉黑反对他的人的推特还被法官推翻。所以在这种国家，那么这么多的条规来限制总统，那么我们怎么还能担心会出现一个独裁的总统呢？
我们怎么能还会担心人人恐惧川普是个恐惧的独裁者呢？谢谢大家，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